大家最近都看了《阿凡达2》吗？真的是很棒。那么谁投了史上最贵的电影《阿凡达2》呢？在过去一年11月8日刚刚进行的第4季度财报发布会上，迪士尼就表示说，他认为《黑豹》、《永远的瓦坎达》和《阿凡达：水之道》呢，将推动其电影销售，为流媒体服务带来用户增长。而中国影迷翘首以盼的《阿凡达：水之道》终于官宣定档，中国内地于12月16日已经上映。一时间，不仅气氛低迷的电影行业一扫阴霾，还直接带动了万达电影等中国电影概念股股价上扬。2009年，在当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背景下，阿凡达投资人大胆地投入了近5亿美元，最终创造了全球最高电影票房纪录，票房收入高达29.22亿美元。如今，在经历了3年的新冠疫情蔓延后，全球电影行业都以此为风向标。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部巨著后的资本流动，9年磨一剑，花费如何？导演詹姆斯·卡梅隆日前在采访中表示，《阿凡达2》从2013年就开始制作，但到今年9月还未彻底的完工。如此长期的制作带来的连锁反应是节节攀升后的制作成本。此前有媒体爆料称，《阿凡达2》的制作成本为2.5亿美元，也有报道称已经涨到3亿美元以上。卡梅隆并未做出直接的回应，但其表示说，这部电影的制作费用惊人的昂贵，票房收入必须达到影史排榜的第3、第4位才能回本。此前呢，全球影史的票房第3和第4的影片分别是《泰坦尼克号》和《星球大战：原力觉醒》这一部，票房分别是22.02亿美元和20.7亿美元。根据华谊兄弟研究所的分析，好莱坞大片的成本主要可以分为2大类型。首先是电影公司的电影拍摄成本及电影预算，包括准备阶段、前期制作、拍摄电影后期制作等方面。其次是其他电影制作成本，包括营销、拷贝、剩余报酬、融资成本、管理费用等等。因此电影成本一般会比报道出来的投资金额庞大和复杂。另一方面呢，《阿凡达2》主要在新西兰进行实景拍摄。根据新西兰的影视项目补贴政策，在新西兰创作设置的国际影视团体通常能够得到20%的制作费用返还。《阿凡达》续集制作费用至少在7亿纽币以上，折合约4.32亿美元，并仍在持续增长之中。13年前官方宣称首部《阿凡达》制作费用为2.37亿美元。目前全球制作最昂贵的电影分别就是《加勒比海盗：惊涛怪浪》，预算是3.785亿美元。由此可见，《阿凡达2》有望成为电影史上最大投资。那么，史上最贵的电影到底是谁投的呢？在《阿凡达》计划拍摄之初，发行方20世纪福克斯原本并不看好这一项目。随后纽约2家私募机构听好了。Intelligence Media 和 Dune Entertainment 共同承担了这部电影庞大预算的60%。鲁伯特·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提供了其余的资金，最终电影得以顺利拍摄完成。划重点，美国的朋友可以关注这些。据彭博社报道，按最终的收入计算，2家私募机构在《阿凡达》这一项目中收获了超过10倍的收益。此外，《阿凡达》也为新闻集团带来了至少3.5亿美元到4亿美元的收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Ingenious Media 还投资过不少知名电影，比如李安的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、蒂姆·波顿的《佩小姐的奇幻城堡》、托德·海因斯的《卡罗尔》等等。数据显示，从1998年以来 ，Ingenious Media 已经在电影方面投资了100亿美元。在《阿凡达2》的官方海报上，除了发行方20世纪影业，还有 TSG 娱乐这家企业的标志露出。TSG 娱乐是一家与20世纪影业长期合作的娱乐金融公司，其参与的投资主要是20世纪福克斯出品的商业大片。TSG 娱乐由前 Dune Entertainment 的合伙人 Chip Zdarsky 创立。Dune Entertainment 正是首部《阿凡达》的投资人之一。看来英雄所见略同。而深扒一下 TSG 娱乐大部分资金呢，来自于慈心资本，这是一家美国的对冲基金。此外，2015年11月，博纳影业集团向 TSG 投资了2.35亿美元，投资用于包括《火星救援》《独立日2》《星球崛起3》等5部电影的制作与发行。近年来，中国上映的多部海外大片背后都有 TSG 娱乐的身影，比如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《乔乔的异想世界》《头号玩家》《尼罗河惨案》等等。那么续集仍将持续，如何收本呢？2019年，20世纪福克斯被迪士尼收购，《阿凡达》的 IP 版权被其收入囊中。除了即将上映的《阿凡达2》，另有3部续集早已进入规划。在《阿凡达2》拍摄的同时，《阿凡达3》也同时进入了拍摄。面对仍将持续的巨大投入，迪士尼显然不仅仅只将盈利预期放到票房上了。作为迪士尼乐园全球扩展计划中的一部分，耗资5亿美元的潘多拉《阿凡达世界》于2017年在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亮相。
在11月8日刚刚进行的第4季度财报发布会上，迪士尼也表示，他认为《黑豹》、《永远的瓦坎达》和《阿凡达2：水之道》将推动他的电影销售，为流媒体服务带来用户增长。此外，《阿凡达》的游戏开发也值得关注。今年1月，《阿凡达》IP 官方推特宣布说，全新的 MMO 射击手游《阿凡达：清算》（Avatar Reckoning） 预计于今年年内上线，由卡梅伦工作室、迪士尼授权，祖龙娱乐开发，腾讯 Level Infinity 全球发行。刚给大家聊完与《阿凡达》有关的概念股，我们来聊点科技股相关的。《阿凡达2》幕后是怎么制作的？选择在水下拍摄与卡梅伦本身对潜水的热爱有很大关系。作为一个狂热的深海潜水爱好者，2012年卡梅隆曾独自乘坐深海挑战者号潜水艇，用了2个小时到达深度将近11公里的马里亚纳海沟，并于海底停留超过了3个小时，成为世界上首位独自抵达该处的人。可以说，《阿凡达2》是卡梅隆写给大海的一封情书。万众期待的《阿凡达2：水之道》在上映之后呢，在豆瓣也拿下了8.4的高分，单日票房也轻松过亿。《阿凡达2：水之道》呢，故事承接第1部，前人类士兵杰克·沙利和纳维族女孩拉塔里已经安顿下来，并组建了一个家庭，故事主要围绕在他们的孩子身上。这部电影的水下场景是在一个90万加仑的水箱中拍摄的，水箱模拟了不同的洋流和海洋运动。卡梅伦说，他们考虑过其他办法代替在水箱中拍摄的办法，之后再用数字技术添加点水吧。但是对于电影来说，水看起来不够真实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部电影的演员都拿到了潜水证，是的，并且接受过训练，每次拍摄场景都能够屏住呼吸好几分钟。据卡梅伦透露，西格尼·福维在拍摄过程中可以屏住呼吸6分半钟，而凯特·温斯莱特，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她。泰坦尼克号的前女主角也担任这部电影的主演，凯特·温斯莱特可以屏住呼吸7分半钟。制片人乔恩·兰道对温斯莱特的印象非常深刻，他说：“有一天我路过，看到凯特·温斯莱特在水箱底部朝我走来，在窗户里看到我时，他只是挥了挥手，走到墙的尽头，转身往回走。”卡梅隆和《阿凡达2：水之道》团队将在续集中带给观众带来突破性的体验。还记得《阿凡达2》中那个被称为人类少年之柱的年轻演员 Jack Champion 吗？卡梅伦说：“我们不仅教一个14岁的孩子戴着呼吸面罩潜水，还教他在水下表演，他完成得非常出色。”影片中更复杂的场景，卡梅隆请来了水下舞蹈和体操专业演员替演员来拍摄。这些体操运动员可以在水中优雅而熟练地移动，并且不会产生任何干扰动作捕捉技术的气泡。因为动作捕捉技术并不适用水下，所以卡梅隆和《阿凡达2》的团队呢不得不升级并制作动作捕捉服和摄影机，以便能够准确地捕捉演员水下的动作。根据媒体报道的《阿凡达2》到《阿凡达5》超过10亿美元的总预算来看，平均一部的预算将超过2.5亿美元。不过，考虑到第1部电影已经获得了近30亿美元的票房，他们也有足够的资金来做到这一点。要知道，若干年前，第1部《阿凡达》因拍摄技术备受赞誉，它几乎凭一己之力掀起了3D 电影的热潮，并主导了21世纪10年代的3D 电影。电影中使用的动作捕捉技术是前所未有的。虽然动作捕捉技术在《指环王》和《加勒比海盗》等电影中已经被使用过了，但《阿凡达》将这项技术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。卡梅隆承诺，《阿凡达》续集将继续推动电影制作技术的发展。现在，影迷们正在研究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。已经在电影院看过《阿凡达2：水之道》的小伙伴们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关于电影的感受。最后呢，附上《阿凡达2：水之道》的概念设计图，供大家来赏析一下。今天的华尔街周报给大家聊一聊关于《阿凡达2》的科技股和概念股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我是安琪，我们下周再会。